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画一幅这个4尺调频的。好，先构图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分解构图，分解配色，然后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到最后一步。好，我们呢，接下来我们的下一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第2调频，前面是花和叶子的这个第2调频。4尺调频138乘以34.5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。我们这一幅的话，我们上一幅的话，这个主花在下面这一块，那我们下面这一幅的话，我们要把花放在上面啊。我们画4调频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错开来去构图，不能我们一排这个4尺调频，一排这个花在一条线上，这个花在一个位置上，那它就不好看了，好不好？那这里的我们的花全部在上面，好不好？花全部在上面，我们把这里。第一朵花我们可以画到这里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出来叶子，好，这里叶子，这里也可以画一些叶子，这上面一朵我们先可以画这一朵的，因为这幅作品里面可能还有很多花，不是很多花，还有2朵花，然后这个下面再来画2朵啊，这里来一朵，这里来一朵，那这里从哪里出来嘞？看一下从这里出来，还是从这里出来？从哪里出来好看？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看一下，也可以从这里出来哈，也可以从这里出来，然后这里画叶子，这样子2组啊。就是构图我们一定要新颖啊，就是不能总是看到别人的一个这个工笔画的，我们就照着它去画一个构图，咱们的构图就要新颖啊，每一幅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幅调频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先画这一朵啊。这一幅的话，我们画什么颜色好呢？我想画一个绿色，画绿色的好不好？这一调频画绿色的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？这里有几朵绿色的花啊。绿色的花大概的颜色，我们就看一下大概的颜色就可以了，也不一定说完全按照它的真花去画啊。好，大概一个写成样板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的颜色，我们来分解一下颜色。我们配色从来没有说固定的配色，我们看花来配色啊，看花来配色。每一次的绿色可能配色都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的底色还是一样啊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来，绿色的配色，大家觉得用什么样配色好？我们可以用这个藤黄哈，用藤黄。然后藤黄加3绿，然后再藤黄加太清蓝，或者是花青啊，加花青吧。好，藤黄加花青，然后我们的辅助颜色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赭石、焦茶、胭脂。焦茶、胭脂。好，咱们这个绿色就用这些颜色哈。好，藤黄3绿，还有这个花青加3绿啊，花青加藤黄啊，说错了。赭石、焦茶、赭石、焦茶、胭脂。
好，第一个藤黄，然后藤黄加三绿，藤黄加花青。好，三绿，藤黄多一点，三绿少一点啊，这样子它会更嫩一点，颜色会更鲜艳一些。诶，我这是拿的是花青啊，没拿错。好，我们要把它搅一下啊。好，三绿藤黄把它调和一下啊。三绿会不会少？好，差不多吧，就这样吧。然后这里再来一点花青啊，再来一点花青。如果要很深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再加一点花青。然后这一朵花可能用不到那么多颜色，因为这一朵不是主花，我们先放在这里啊，不一定用到，不一定用到。好，胭脂也来一点。好，这个是咱们的配色啊，大家也可以先截一下屏，然后咱们颜色调好先放一边，因为还没有调底色，我们再调一个底色啊，底色没有调，底色太白、三绿、胭脂。三绿，胭脂，好，然后我们加水把它调均匀。好，笔先洗一下，笔肚里面也会有水分。慢慢往里加水啊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。那调底色的方法，大家基础课里面有详细的讲解。我们基本上这朵花的话要调稀一点哈，因为这朵花我们这个绿色的把它画鲜艳一点点啊。想要画鲜艳一点，颜色鲜艳一点，我们就要把底色调稀一点。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花画白一点，我们这个这个底色就调干一点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。好，还太干了，要加点水。好，底色调到整个笔肚啊，整个笔肚。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一朵花它的花中间啊，有一部分它是颜色最深的。最深的，那我们如果说笔上有底色，我们的颜色肯定深不下去啊。深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把笔尖去洗一下，就在这个洗笔水里面啊，把前面一部分再这样摆一下，洗一下，然后刮掉多余的水分。然后刮的还不够，如果觉得这个笔上水分还多了，可以拿纸巾吸一下，然后我们调色，先在笔肚上均匀的调一层这个藤黄，薄薄的调一层藤黄，
然后再调这个嫩绿色，嫩绿色。嫩绿是3绿加藤黄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，深绿是这个藤黄加花青哈，藤黄加花青。好，依次的调到笔度由深到浅的渐变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花青，然后这样子笔尖就够深了。那我们按照构图，我们先画上面的这一朵花啊。上面这一朵花我们画上一点，在这个纸上画到最上的位置，就直接到这个比较上的位置。我们画花的时候把这个把这个镜头往下移一点点。好，基本上要画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啊，感觉颜色不是很够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补充。下一笔的时候就觉得颜色还是调的不够均匀啊，所以一定要调均匀啊，调久一点点。这个花青很容易在笔尖上没调均匀啊。好，补这个深绿，然后补花青。这个我们先画的是这个花的这个心的这一部分啊，中心的这个地方，中心这个地方我们把颜色画深一点，就是颜色整体的调深一些啊。好，再来补充这个深绿，笔尖调一点点花青。花瓣的要有各种各样的姿态的花瓣啊。调点深绿，调一点花青。好，再来补充，笔上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补充颜色，补充嫩绿，补充深绿，补充一点点花青啊，花青只在笔肚上一点点。好，画这么多小花瓣，偶尔来一个这个大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再来补充。好，笔上现在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加一点底色，然后补充一点藤黄，补充一点嫩绿色，补充一点点深绿色。因为这个到上面这一部分这个颜色哈，颜色是越来越浅了，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调少一点点哈，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调太多了。好，笔上又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调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嫩绿，一点点深绿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补充底色。好，调一点藤黄、嫩绿，调久一点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这个花画出来才好看。深绿，还有一点点花青。
好，再来补充深绿、花青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底下的这些花瓣我们可以不加花青，直接嫩绿、深绿，然后花青，也可以最后的这些花瓣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补充嫩绿、深绿，加一丁点胭脂哈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嫩绿啊、深绿、花青，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画大花瓣啊，来补充，可以把底色再调浓一点啊。如果画底下的这些大花瓣，我们把底色再调浓一点，再加点3绿进来，让底色有所区别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再去调它。再加点3绿，加点胭脂。好，让这个底色的颜色更深，它的颜色才会有变化、有层次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补充颜色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藤黄就不要了哈，藤黄就不要。藤黄不要，我们直接调嫩绿色，调深绿色。然后调一点点胭脂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。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要太深，画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瓣啊。好，加一点点胭脂，好，不要太多。加一点点花青之后，加一点点胭脂，让这个缝隙里面的这个花瓣让它更深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继续调色。调一点深绿啊，调一点深绿，
调一点花青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先来画一个大花瓣啊。这底下的花瓣颜色更深一点，把颜色调的更多一点。胭脂也调多一点啊，胭脂也调多一点。好，然后这个心的地方，这个缺口的地方，我们用最深的颜色加上它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这两边的这个花瓣画了之后，我们在中间再补充一些大花瓣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只要把基础打扎实了，这些花的话可以做到心中有花，你们可以提笔就可以画花。像这种绣球形，在我们课程基础部分有非常详细的分解，怎么去画，有非常简单的方法，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画，每个人都能画出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绣球形的这个牡丹花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好，没有底色了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调色啊，绿色，花青调一点啊，然后胭脂，胭脂再来一点啊。画出多一些层次出来啊。好，感觉这里很多层次，大花瓣中也有一些层次，让它显得很丰富。好，这个底下我们也可以再加一点啊，再加一点花瓣啊。加点胭脂进来啊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，让这里成一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花型，需不需要调整？这个缝隙里面稍微加一点点花瓣进来。这朵花是这幅作品里面跳出来的一朵花。好，我们再把笔洗一下，然后重新调底色，然后我们再调整这一朵花的一个外形。调整外形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外形，这是不是要调整？调整外形，我们只用底色还有这个胭脂去调整啊，加胭脂，水分不要太大了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
趁这个没有干的时候，把这个胭脂融在这个花瓣里面去啊。像这些比较泛白的这些花瓣的边缘，就可以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色进来。好，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啊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画叶子啊，叶子的话，这一朵在上面，所以我们的叶子尽量不要太深了，颜色不要太深。那画嫩叶子的颜色，正好嫩叶子就是这个三绿藤黄啊，然后胭脂，然后这个盘子里刚好花有这些颜色，只是我们把三绿再多加一点点啊，因为画这个嫩枝干的话，三绿多一点会好看一点。如果藤黄多了，它太嫩绿了，颜色很太跳了。好，我们调这个三绿，加一点点藤黄啊，三绿藤黄，然后笔尖调这个胭脂，来画一条嫩枝干啊。这一条嫩枝干可能比较长，然后画的时候，尽量画出一些它的姿态出来。好，再来一点藤黄，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一组叶子，安排一组叶子过来。好，这组叶子接上这里啊，接上这里。好，这花托可以来一点啊。好，笔上太干了，我们加点水，然后继续调这个藤黄、三绿还有胭脂。看这边再安排一组叶子啊，安排一组或者是2组都行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组。本来这里还要有叶子，但是我们把这里空起来，这里就不画了啊，不画叶子。或者是让这边的叶子都往一个方向去。这边可以安排叶子，但是都让它往一个方向。好，往一个方向去。来，这条枝干有一点虚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啊。调整枝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用笔一定要准。好，这个叶子已经安排好，叶子安排好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叶子画上了，把叶子画上。
这里还想画一点这个把这个叶子遮住的这种感觉，把这个花遮住的感觉，叶子遮花的感觉。但是这里现在是湿的，所以要等干一点的时候再去画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可以画叶子了，但是我看这个花的话好像还需要调整一下。来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中心，在这里我们再往拉一下，把这个中心往中间拉一下，把中间这颜色不够深的再加深一点。有的时候花画完了我们要观察一下，整体的观察一下。好，加深一点啊。一下子颜色占太多了。好，把这个中心往这个下边这里拉一拉，多蘸点这个深绿，蘸一点点花青。蘸点深绿，蘸点花青。就是当你当然一次把它画得非常好肯定是更好了，有一次画完之后你再远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每次画完这个花大家都要有一个习惯啊，去远看一下它的整体协不协调，整体如果说还没有达到你的这个想要的这个样子，我们还可以做调整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心就往下拉了一拉，就差不多了这朵花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画叶子啊，叶子的话，这朵花我们还是用这个花青加藤黄，我们把这个没有用完的颜色都用到啊。这里有藤黄，还有这个花青，我们把它调和，本来就是绿色，本来这朵花就是绿色的绿色的颜色，这是花青和藤黄，正好这个盘子都有，我们不要浪费颜料，直接把它调一下。好，我们调色的时候把它遮住啊，把花遮住，以免把这个花给弄脏了。然后咱们这个盘子还有没有用完的墨，然后这个绿色里面加点墨进来，不要太绿了啊，不要太绿了这个颜色，加点墨，可以加多一点墨啊，这个绿色的花，因为这个花是绿色的啊，三绿也加一点进来，因为这个花是绿色的，然后这个叶子太绿的话就不好看，所以把叶子可以画黑一点点啊。好，再加点水，调稀一点，稍微稀一点点啊，也不是说不能太稀了，差不多。好，然后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笔尖蘸这个浓墨啊，
笔尖蘸浓墨，水分不要太大了，水分太大了，我们这个叶子会晕得很厉害。当你觉得水分大了，可以吸掉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画中间这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笔小。好，蘸墨绿，蘸这个浓墨。咱们这一笔是要把这个花给遮挡的，这一组是要遮挡这个花。要想遮挡花，这个颜色要深一些啊，要浓一些。我们用这个3绿，用旁边的这个3绿，3绿才有覆盖力啊。用3绿，然后加点墨。但是现在还没有干，这片叶子还真的不能画，因为画了之后它这个会晕开啊，这个颜色会晕开。好，是，当然会晕开，当然我们最后我们再去调整它，这一片叶子这个位置肯定是在这里的，当然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再去干了之后可以再去调整。好，这片叶子安排在这里。好，再来画上面这一组。上面这每一组叶子我们都要看着往哪里走比较好。好，上面这一组叶子我们就画这么多啊。然后底下这一组的话，叶子都往里面跑啊，都往里面跑，就不伸出来了，可能偶尔伸出一点点出来，在后面啊，让它感觉在后面的这个层次。都往后走，都往后走。好，让这个叶子全部往后走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组啊，再来这一组。好，这后面叶子让它满一点点啊，让它满一点。然后这个后面还有叶子。
好，伸一点点叶子出来，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再露一点点叶子出来，往这个下面来的啊，这一组叶子是从下面长过来的。然后这边还可以再来一些。好，这后面也是很多叶子，我们要体现它叶子很多很浓密的这种感觉。来，叶柄稍微补充一下。好，这个华佗咱们把它拉长一点，让它跳出来。好，把这个华佗让它跳出来。好，基本上这一块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勾一下叶筋，记得勾叶筋，千万不要太深的颜色。诶，上面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看到啊？天哪，上面叶子是不是有一些没有看到？那你们就按照这个图的这个叶子去画。勾叶筋不要太跳了，一定不要用太深的颜色去勾。有的时候你叶筋勾得太深了，太跳了，可能会影响整幅作品的这个美观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颜色的这个度。淡淡的啊，只要比这个叶子稍微深一点，本身的叶子稍微深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块就先到这儿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接着画下面部分。我们接下来可以找一个样板啊，找一个样板来画。来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这几朵绿色的。啊，这几朵绿色的好看吗？要不这一朵吧，那我们先画这一朵花好不好？画这一朵花哈，画这一朵绿色的，然后我们要画2朵，待会儿再找一朵啊，待会儿再找一朵，随便后面的那一朵就随便哪一朵都可以了。画这一朵或者是那一朵都可以，你们觉得哪一朵好看啊？要不就这一朵吧，就这一朵吧，好不好？这一朵它有这个大花瓣啊，大小的这个变化。
下一朵来看一下啊，你看我们在构图中这一朵的话，在这个位置哈，在中间一点点啊，在中间一点点，其实我们可以画到右边一点点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花，这第一朵花就在左边，如果花都在这个左边的话，感觉也不太好。我把这个花稍微往这移一点哈，稍微往这个右边可以稍微往右边移一点，让它靠边一点点哈，稍微靠边一点点。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们想的这个构图，就是大概脑袋里的一个构思，但是实际在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出入啊。好，这朵花咱们就画到这个位置哈，画到这个右边偏右一点点啊，偏右一点点，再下一点点吧啊，下一点点，下一朵，再往下一点点啊。大概我们上面有2朵花，1朵2朵，这里还要留一点空间，不能把这里大家自己看着这个位置啊，把这里要留一块空间，不能全部堵起来了，不能全部3朵都在一起，我们要有2朵1朵，让它2、1有一个多少的疏密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朵就大概在这里啊，这一朵在这里，上一朵就在这里，刚好这里就留了一个位置。好，大概定这个位置啊，就定这个位置了。我们可以开始画我们的这个第2朵花了啊。好，我们来调色啊。首先来调色，调这个藤黄，先调这个藤黄，还是一样啊，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啊，薄薄的一层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然后再调这个嫩绿色，调嫩绿色。基本上画这个绣球形的，前面都是画碎花瓣啊。画碎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基本上调到笔肚的一半就差不多了啊，调到笔肚的一半就差不多。先调嫩绿色啊，调嫩绿色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色，调深绿色。颜色让它越来越深哈，从笔肚到笔尖慢慢的渐变啊，由浅到深慢慢的渐变，要调完自己可以去看一下笔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点花青，花青千万不要调多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些家人们把花青调多了，你画出来就偏蓝了。好，我们的样板啊，再来看一眼啊，这个花，再来看一眼这个花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开始画啊，开始画我们的这个第1朵，今天晚上的第1朵花是我们的这一幅作品里面的第2朵花了啊。好，前面还是一些各种碎花瓣啊，颜色我们还可以再调嫩绿一点哈，调嫩绿一点。你想嫩一点就藤黄和绿多一点哈，你想绿一点就深绿多一点，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啊，想要什么样的颜色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保持笔尖有深色啊。来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绿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深绿色啊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绿色，缝隙里面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比较深一点的绿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深绿色。我们现在笔肚里面有颜色的情况下，我们就补充这个深绿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些碎的地方啊，花瓣让它很碎，就是你这一个比较大的花瓣啊，要有整有碎。我们这个花瓣里面有整有碎，整个花出来它才会好看哈。这朵花这边是偏白的，这边偏深的，它
这个豆绿的话，它有的时候这个颜色就是很奇怪啊，它会有几个花瓣是比较白一点点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笔肚上稍微有一点点干，有点干，我们来用笔肚按下去，蘸一点点底色。这个绿色调出来很耐看是吧？对，这个绿色是还挺好看的啊。好，这边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啊。这边可以有一点点地方可以沾一点点赭石哈，可以沾一点点赭石和焦茶，沾一点赭石和焦茶这边的花瓣，稍微让它颜色有一点点区别哈，跟这边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稍微浅一点的花瓣啊，当然花瓣也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这个花瓣比较浅啊，颜色比较浅一点，这里有个折痕，所以要小心一点画。好，笔尖稍微再加一丁点颜色进来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进来，让花瓣里面有大有小，有大花瓣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这个缝隙里面啊。就是你要整体的看着它的整体的一个大形去画。好，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的调色，调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嫩绿，调一点点这个赭石进来。这边的花瓣啊，这边的花瓣稍微浅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一点点带一点赭石的颜色。好，调一点赭石，再加一点点绿色，然后再加这个赭石，再加赭石，然后可以加一点焦茶进来。想要深一点哈，深一点的时候要有整朵花要有深浅变化，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赭石进来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缝隙哈，有一个缝隙里面也是要补充一点这个深一点的颜色进来。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赭石，加一点焦茶，加点焦茶，要加一点深色的啊，加一点深色，然后再加一点焦茶，让颜色更深一点啊。这个缝隙里面让颜色更深一点，它才会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才会体现出来。咱们有的时候点评作业，我说大家说，你这朵花颜色有点平，那就是这样子哈。整朵花你没有把这个深色的更深的地方把它提出来啊，更深的提出来，它的这个花的层次才会出得来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我们要讲究这个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层次，把整体的颜色层次出来了，我们这朵花它的这种灵动感才能体现出来，明白吗？好，这就到边上来了。好，再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一点绿色，补充嫩绿色，黄色再加一点再嫩绿色，这个颜色就更嫩一点啊。然后再补充深绿，补充深绿，补充一点点这个一点点花青就可以了哈。然后这个中心的这里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深绿啊，再来补充一点深绿，补充一丁点花青，花青不要太多了，一定要少哈，一定要少。这个花青颜色没有调均匀，一笔下去，你看到它会有这个一条线一样的不均匀的，咱们就再把它调一下。好，这里画出来一条，有一条线，我们在这一条线的话，我们稍微的去补充一点点花瓣就可以了。这个我们要让整体的这个花瓣啊，碎的地方让它让它很碎，有很多的花瓣去组成，就你不用说去看它正反瓣，也不用看它是什么，就是各种碎花瓣越碎越好啊，就是要有整有碎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
这样画出来这个花才会好看啊。你不要像画这个鱼鳞一样的，我们一圈圈的往后画，一圈圈的往后画，画完之后整朵花的这个颜色感觉它都在一个层次上，就是花瓣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像鱼鳞一样的，它就没有变化，这个花就不好看，它就失去了生命的一朵花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画这个花要画出它的这个生命感出来，画出它的灵动感，感觉它就是长在那里的这种感觉，这个花才会好看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嫩绿啊，补充一点嫩绿，补充一点深绿。好，感觉画一点点反瓣出来，待会儿里面去补充一点点正瓣啊。让它碎花瓣中也会边上，因为它边上会有一圈这个大花瓣啊，一圈大花瓣它就会产生这个正反的这种感觉出来。好，现在你看这个花慢慢它的这个颜色它是有变化，它不是说一朵花整朵花都是在一个色调上。好，我们底色有的时候会沉淀啊，来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啊，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，我们再来调一点，加一点点颜色啊，调一点点颜色进来，加一点点这个赭石焦茶吧，这个时候加一点点赭石焦茶，画后面的花瓣。后面的花瓣呢，它在光线的作用下，它有可能它会变深一点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深色的，就是里面的光不一样，它的深色的地方不一样。如果说是这个阳光从最上面啊照过来，它的这个上面是最浅的；如果阳光是从这个花的正面啊，从我们眼睛看的正面照过来，它最亮的可能就在中间，那暗的就在周围。所以说你把哪个地方安排成暗的，哪个地方成亮的，就是看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去安排啊，你自己想把它哪里安排成亮的都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都没有错啊，只要整朵花的这个颜色有变化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就是我教大家的花，每一个人画出来花都是灵动的啊，都是可以自己创作的，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，不是教你们1、2、3、4去排队啊，就是排队画出每个人都画出一样的花，那样子没有，那样子是没有，是死的东西。咱们学是要学活的东西，知道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好，再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嫩绿，补充一点深绿。来笔尖再来蘸一点这个焦茶哈，稍微颜色要调均匀一点点啊。有的时候我的颜色有的时候也调的不够均匀，所以家人们你们一定要细心哈，调慢一点哈，调慢一点，把这个颜色调均匀，颜色调均匀了，呈现出的这个花，这个花最终的这个效果才会好看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笔肚上有一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底色进来。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调这个，这个时候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赭石调到笔肚里面去啊，调到笔肚里面去，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绿色，然后调绿色，然后它的颜色又会有一点点哈，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哈。每笔的这个调色大家要仔细哈，就是你想把这个花画的颜色更加有变化，更加灵动，更加细致，咱们调色非常重要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深绿色多调一点点哈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花青，然后笔尖的时候再来调一点焦茶，笔尖再来调一点焦茶。
好，我们把这边这里面的一个正半把它补上啊，正半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它不是深一点啊，深的有挺多的啊，深的挺多的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笔尖没有颜色，我们就再来补充一点点。好，把这个正半再来补上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嫩绿，补充一点点嫩绿色，然后补充一点深绿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笔又没有加交叉，我们不加交叉，不一定说我们每一笔都要加哈，我们让这些花瓣都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，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这个球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可以了，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画啊，接下来往下画。好，我们先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笔上干了我们就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些这个卷起来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，这几个反瓣啊，卷起来的反瓣，我们颜色稍微的浅一点点哈，颜色稍微浅一点点，调点藤黄，调点嫩绿，调点嫩绿，然后稍微加一点点深绿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再加一点点啊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深绿啊，这里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画几个卷起来的花瓣啊，画几个卷起来的花瓣。再来补充一点深色。现在我们笔尖上沾了一点交叉啊。本来这几个花瓣是要先画的啊，先画的，那我们后画，我们只能这样子去画啊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卷起来的花瓣啊，画一个卷起来的。好，这一笔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哈，有一点点深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绿色，蘸一点点绿色，蘸一点点交叉。我们把这个小花瓣里面补上一个正瓣啊，补上一个正瓣。好，咱们画的特别慢，希望每一笔大家都能看得清楚。基本画这种小写意都是侧锋行笔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都是侧锋行笔，明白吗？都看清了吗？每一次都是侧锋行笔啊。
哎，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用笔肚去补充一下底色啊，用笔肚去补充底色。这个时候我们底下大花瓣我们可以不用调藤黄，直接调这个嫩绿色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画大花瓣，我们的颜色基本上调上一点。调上一点的时候，你想画大花瓣，把颜色调上。你如果说笔这样竖起来，你永远都调不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永远调不上，你只能把它倒下去啊，把它睡在盘子里，看到了吗？这样贴着盘子里，把颜色拉出来调，往上调，往上调，颜色往上调。这个藤黄弄一点进来也没有关系哈，往上调，看到了吗？往上拉啊，把颜色往上拉，调上一点哈，调的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，让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。好，再来补充这个深绿啊，再来补充深绿。颜色调深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多一点颜色，因为咱们后面的大花瓣啊，颜色要有所不一样哈，有所不一样。好，调深一点哈，调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先来补充这一个花瓣啊，先来补充这一个花瓣。这里面先补充一个正瓣，这个你不想补的太大的话，我们就补到这里来就可以了，不用伸的太长的话。不想伸的太长的话，我们就补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加点颜色啊，再来加点颜色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点焦茶，加点焦茶进来。这个胭脂也可以加一点点进来啊，胭脂也可以加一点进来，焦茶和胭脂可以加一点点进来，让颜色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样转过来，然后点一些哈，点一些，点带推的这种形式把它包过来。为什么前面这个花瓣没有画很大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这个花瓣要把它包过来。好，这里还不够啊，不够，我们再往外扩一点点啊。好，然后顺势这个缺口这里，顺着这个缺口这里稍微回一下笔，顺着缺口稍微回一下笔。好，这里再来补充一笔啊，补充一笔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，来了一个大花瓣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哪里再来补充花瓣啊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，一个个来补充。然后我们先把这里面的这一个哈，这里面的这一个正瓣把它填上。这个正瓣的话，它因为是卷起来，它里面就会颜色更深，所以这个花瓣是我们的这一朵花里面，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朵花里面最深的一个地方啊，颜色最深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因为画一个大花瓣，这个底色就已经没有了，那我们要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哈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因为这个底色很稀，补底色没有关系啊。万一你底色太干了的话，咱们就这个就补水了啊。好，继续来调色啊，继续来调色。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先调这个嫩绿色啊，先调绿色，嫩绿色。我们刚刚说浮白色，就是把颜色往上拉哈，调上一点，把颜色调上，往上拉。好，这颜色调多一点哈，感觉颜色还是粉多了一点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，还是挺深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这个花青哈，加了花青它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。加完花青之后，我们再来调这个，这个焦茶，调焦茶。调焦茶，然后调胭脂啊，胭脂也多调一点啊，焦茶、胭脂都多调一点哈。万一你还伸不下去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
加一点点黑色，哎，没有黑色了。拿一个盘子挤点黑色。这个黑色的话，我们在写颜色里面是没有的，临时加的。你们不加也行哈，没有黑色也可以的，已经够深了。只是说，万一你觉得还是不够深的话，你就加一丁点哈，一丁点，千万不能多了。这个黑色只能一点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只能笔尖上一点点黑色。然后我们呢，把这个里面啊，这个卷瓣里面。这个卷瓣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哈，小心一点去画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深色啊，笔尖上深色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啊，加一点深色。一定要慢慢的调均匀哈，调均匀。好，把这个边缘这里啊。好，这个深色花瓣我们就这样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缺口这里稍微加一点点，这没画到位的这个线稍微补充一下。好，这个卷瓣就可以了，卷瓣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画花瓣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颜色，好不好？继续来补充颜色。笔上颜色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来往上拉。往上拉，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哈，调到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。来调点深绿色，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啊，调交叉，调点赭石交叉什么的啊。这个花瓣我们又加点赭石，这边的花瓣啊，这边的花瓣。这一个大花瓣是没有加赭石，我们在这边我们又加点赭石进来，然后交叉，交叉颜色它容易成一坨啊，我们调的时候要把它调开哈，调久一点哈，交叉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啊。好，推哈，慢慢的推过来，推点，让这个花瓣的边缘不要那么整齐哈。我们不建议把这个花瓣的边缘都画的整齐的，稍微有一点缺口，它会显得更自然一点点。感觉笔上有一点点干哈，有一点点干。好，笔尖上没有深色，我们就再补充一点点啊，来让它的边缘上有一些缺口。哎呀，太干了，干到笔上有一点这个枯笔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加一点水。这个太干了，我们你自己笔尖是点一点水也可以哈，点一点水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把这里稍微加宽一点点啊，加宽一点点。好，可以这些缺口这里可以顺势的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。这边这个刚刚挨上它的这个边缘才好，不要留出太多的这个白色出来。好，这个花瓣这边的花瓣颜色更深一点哈，更深一点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后面的花瓣怎么画，再看后面的花瓣，基本上画一个花瓣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后面的花瓣我们再加一点绿色啊，再加一点绿色。笔上太干了，你就加点水进来，直接加点水进来也是可以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是颜色已经很够了，我们就直接用勺子哈，用这个小勺子往里面加一点水。太干的情况下，哎，这个水不小心滴在这个花上面了。好，加了一点水，我们继续调这个绿色哈，调绿色，嫩绿色哈，嫩绿色，然后深绿色，嫩绿色，深绿色。然后调一点点赭石交叉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么深哈。这个花瓣，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是那么深哈。好，这个花瓣再大一点哈，推，让它重叠，往这一个花瓣这里重叠一点过来。
好，这里回缺口的地方稍微的回一下笔啊，缺口的地方稍微的回一下笔，不要回的太明显，这个都有点明显了，这个回的有点明显啊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笔上干，如果笔上觉得干，你就去补充水哈，补充水分，不要太干了，太干了画不动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深绿啊，补充深绿，然后笔尖还是来一点交叉，来一点交叉胭脂什么的都可以啊。好，这边再来一个花瓣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还要不要再来花瓣，或者是直接把这个花瓣拉过来。好，然后这个缺口这里可以来一点深色的，这个缝隙里面可以来一点最深的颜色，这样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调整，看需不需要有没有需要哪里需要调整的地方，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要再来继续来调整它的整体的一个形状。好，这边再来加一点啊，这边加一点，把这个花瓣还想稍微加大一点点啊，加大一点点。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绿色，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补充一点胭脂。感觉这一个花瓣啊，感觉这个花瓣还生的不够粗，不够夸张啊。好，注意这个边缘啊。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，不够均匀。好，把这个花瓣拉大一点，拉大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，我们再来加一点赭石，加点赭石，加一点这个胭脂啊，加点赭石，加点胭脂。这边的花瓣我们就稍微的让它偏赭一点点哈，偏赭一点点。把这里再来加一个花瓣。可能有点点干哈，有点点干。咱们再来看一下整体效果。看一下多大，最后的这一个花瓣，每一片花瓣多大，它都关乎到这个整朵花的一个外形哈。所以最后这些花瓣加的最后这些花瓣都很重要，每一笔啊，每一笔都很重要。好，这些边缘啊，边缘我们要画到位。看一下这个花瓣还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的。好，补充一点点，补充一点，洗一下笔，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，稍微浅一点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后面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外形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边有一点点不够均匀的地方，咱们再来调整一下。其实一点点，关系不大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啊，这朵花就一次成功，我们不需要再去调整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